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一帖。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看似平凡，却几乎天天都在吃的食物——鸡蛋。别小看它，这颗小小的蛋，其实藏着许多我们日常忽略的健康关键。不夸张的说，超过80%的人每天都在错误的吃鸡蛋。你没听错，就是80%这些错误的吃法，让我们把营养白白浪费掉，甚至还可能吃出毛病。很多人明明想吃的健康，早上特地煮个水煮蛋，配豆浆，加点糖或泡杯茶，觉得营养满分。但真相是，这些习惯里头藏了许多陷阱，有些组合会让蛋白质变成营养负担，还可能让你吸收不到铁或维生素，甚至引起肠胃不适。今天我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带大家重新认识鸡蛋，不讲艰深理论，也不卖弄专业名词，只用最生活化的语言，让你明白怎么吃才对。怎么搭最补？在正式开始之前，先请您帮我一个小忙。如果你也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希望家人吃的营养、身体强壮，请帮我们按个赞，或在留言区打上"我爱鸡蛋"。这不只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份实用的健康知识。您的每一个小动作，对推广正确饮食观念都有很大的帮助。好了，我们开始吧。鸡蛋为什么能被称为完美食物？原因就在于它的营养密度非常高。别看它只有50克左右，却几乎涵盖了人体所需的大部分营养素。我们先从蛋白质说起，一颗鸡蛋大约有6到7克高品质蛋白。这不是普通蛋白，而是生物价极高的蛋白质，意思是人体能完整吸收利用的比例非常高。世界卫生组织甚至把鸡蛋的蛋白质列为衡量所有食物蛋白质品质的黄金标准。换句话说，鸡蛋蛋白的营养价值甚至比牛肉、鱼肉还要高，而且它非常温和，不会刺激肠胃，对老人、小孩、术后病人来说都非常合适。蛋白质是构成肌肉细胞、免疫系统、各种酵素和激素的基础原料。如果缺乏蛋白质，身体的修复力、抵抗力、代谢功能都会下降。因此，每天吃一颗鸡蛋是维持体力和免疫力最简单的方式。不过，真正的营养保障其实藏在蛋黄里。很多人怕胆固醇，只吃蛋白，把蛋黄丢掉，但那是最大的误会。因为鸡蛋里超过一半的重要营养，像卵磷脂、维生素、矿物质，全都集中在蛋黄中。卵磷脂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成分，它能帮助提升记忆力，促进专注，让思考更灵活。对年长者来说，卵磷脂还能延缓脑部退化，预防失智。除了卵磷脂，蛋黄里还有大量维生素 A、E、D、K， 它们分别帮助眼睛明亮、延缓老化、维持骨骼健康。特别是维生素 D， 这在一般食物中非常少见。我们平常大多靠晒太阳来合成维生素 D， 但鸡蛋恰好能补上这一块。它能促进钙吸收，强健骨骼，降低骨质疏松风险。此外，蛋黄中还含有胆碱，胆碱是大脑神经传导与记忆功能的关键营养素。同时，它也帮助肝脏代谢脂肪，能预防脂肪肝。对现代人来说，这可是一大福音。鸡蛋还含有铁、锌、硒等微量元素，这些矿物质能帮助造血、抗氧化、增强免疫。简单来说，鸡蛋就是价格亲民、营养全面的平民超级食物。但如果吃错了搭配，这些宝贵的营养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变成健康的隐形杀手。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那85%的人都在犯的错误搭配。这些错误不仅让营养流失，还可能给身体添乱。请您仔细听听，看看自己平时有没有中招。第一个最常见的错误就是鸡蛋加豆浆。这个组合看起来完美，是很多人早餐的标配。一杯热豆浆配一颗水煮蛋，简单又省事。但事实上，这2样食物如果搭配错误，营养吸收率会大幅下降。问题出在哪里？就在豆浆没有煮透。很多人为了省时间，只是把豆浆加热到温热就喝。但生豆浆里面含有一种叫胰蛋白酶抑制物的物质，这种东西会专门和鸡蛋里的蛋白质打架，它会紧紧抓住鸡蛋的蛋白质，形成一种难消化的结合物，让我们的肠胃根本吸收不了。结果，本来应该补到身体的营养，就这么被浪费掉。甚至有研究指出，如果豆浆没有完全煮沸，鸡蛋里大约1/3的蛋白质会被浪费掉。更麻烦的是，这种结合还会影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吸收，包括铁、锌、钙等微量元素都会受到牵连。所以正确的吃法很关键。第一，
豆浆一定要彻底煮滚，不只是冒泡，而是要滚上10到15分钟，让里头的抑制物质完全被破坏。第二，不要同时吃，吃完鸡蛋至少隔1小时再喝豆浆，让2种蛋白质各自消化，不会互相干扰。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鸡蛋和豆浆同时进肚子，它们就在胃里打架。但若分开吃，它们就能各自发挥最好的营养效果。这就是懂吃与乱吃之间的差别。第二个错误搭配是鸡蛋加茶。这个习惯在中老年朋友中尤其常见。很多人吃完早餐，刚喝完热汤或吃了鸡蛋，马上泡上一杯浓茶，觉得能解腻提神，帮助消化。但这个看似健康的习惯，其实暗藏风险。原因在于茶里的沃酸羧酸，一旦遇上鸡蛋黄中的铁，就会产生化学反应，两者会紧紧结合成一种唑酸铁沉淀物。这种物质是人体几乎无法吸收的，结果就是鸡蛋里的铁白白浪费掉了。根据临床观察，这样的搭配会让铁的吸收率降低60%以上。对于女性与长者来说，这可是大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容易缺铁，容易贫血，长期这样吃下来，会让人脸色苍白，容易头晕、没精神，有时甚至会觉得气短心悸，却找不到原因。那该怎么办呢？第一，吃完鸡蛋后至少要等2个小时再喝茶，这样可以让蛋白质和矿物质先被身体吸收。第二，如果真想喝茶，也建议选择淡茶，像绿茶、花茶都可以，但要注意别泡太浓，否则走酸含量还是太高。其实要解腻，有更好的选择。早餐后喝一杯温开水或淡柠檬水，既能帮助代谢，也不会影响营养吸收，这样比喝浓茶健康得多。讲到这里，我常提醒我的患者，营养学不只是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吃。有时候同样的食物，不同的搭配，不同的时间，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懂得避开这些看似微小的错误，身体就能更有效的吸收利用养分。接下来我们要讲第3个常见的错误搭配，鸡蛋加糖。有些朋友做料理时，习惯在蛋羹、荷包蛋里加一点糖，觉得这样味道更香、更顺口。但这个小动作其实会让鸡蛋的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和糖在高温加热时，会产生一种叫梅纳反应的化学变化。这个反应会让食物变色，产生香气，但同时也会生成许多糖化中产物。这些物质不但让蛋白质变质，还会加速细胞老化，破坏血管弹性，增加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换句话说，当你在煮蛋的时候加糖，其实就是让鸡蛋从营养食物变成老化推手。这种做法不仅浪费蛋白质，还会让身体的代谢负担变重，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或代谢症候群者，这样的吃法更是雪上加霜。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只加一点点，不会有事吧？但问题是，这个反应只要有糖存在就会发生，而且一旦加热，营养损失就无法逆转。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别让糖和蛋混在一起煮。如果想让口味更好，可以用天然香料取代，像是加葱花、胡椒粉、几滴酱油或一点盐，都能提味又健康。第4个错误搭配是鸡蛋加柿子，这个组合不只是不建议，还可能吃出大问题。柿子里面含有大量的松岛酸与果胶，尤其是那种还没完全成熟、吃起来涩涩的柿子，乳酸含量更高。当这些物质遇到鸡蛋里的蛋白质，在胃酸作用下就会迅速结合，形成一种又硬又不容易消化的凝结块。这东西就像小石头一样卡在胃里，不但会引起剧烈腹痛、胀气、恶心、呕吐，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胃食症或肠阻塞。医院里就有这样的案例，一位60多岁的大哥，早餐吃了2颗鸡蛋后，下午又吃了几颗涩柿子，结果晚上就开始胃痛难忍，送到急诊时已经胀得不行，照胃镜一看，里面竟然卡着一大块硬结物。后来医师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那块柿石取出，这样的例子比你想象的多。所以记住，吃完鸡蛋后至少要隔4小时以上再吃柿子才安全。尤其不能空腹吃这2样，不然在胃里结合的速度会更快，更难排出。如果真的想吃柿子，可以搭配其他水果，或在饭后少量食用，避免与高蛋白食物同时进食。第5个错误搭配是鸡蛋配药，这一点很多人没注意，特别是有在吃抗生素或消炎药的人。有些人习惯用鸡蛋送药，或者刚吃完药就吃鸡蛋补营养，看似无害，其实影响很大。
鸡蛋蛋白质的吸附能力非常强，它会把某些药物分子包起来，导致药物在肠胃道无法正常释放或吸收，尤其是常见的四环霉素类、青霉素类药物与蛋白质同时进食时，药效会下降2至4成。这样一来，疾病的治疗效果就打了折扣，等于药没吃好，蛋也没补到。所以建议，如果您在服药期间，最好让吃药和吃鸡蛋的时间相隔2小时以上。吃药时搭配温开水最安全，不要用豆浆、牛奶或鸡蛋汤送服。此外，如果不确定药物和食物的交互作用，一定要仔细看药袋上的标示，或向医师、药师咨询。这个小动作能帮你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副作用。说到这里，我想强调，鸡蛋确实是营养的好东西，但关键是吃对。只要避开这5个错误搭配，你吃下去的每一颗蛋都能真正补到身体里。好，刚刚我们说完5个吃错反而伤身的搭配，现在要告诉大家怎么吃才能让鸡蛋的营养翻倍。以下这几组黄金搭配是营养师与医师都公认的完美组合。第一个黄金搭配是鸡蛋加牛奶，这2样都是蛋白质的极佳来源，但它们的组成比例略有不同。一个偏重于必需氨基酸，一个富含乳清蛋白。当它们结合在一起，就能互补短板，让吸收率高达95%以上。早上起床后，来一杯温热牛奶，再配上1颗水煮蛋，不仅能补充能量，还能让肠胃暖起来，对上班族与学龄孩子都非常理想。如果家里有老人或牙口不好的人，可以做牛奶蒸蛋，比例是鸡蛋液1份配牛奶1.5份，搅拌均匀后隔水蒸8分钟。口感细滑，营养温润，吸收力更高。第二个黄金搭配是鸡蛋加西红柿，这是家常菜里最经典的组合之一。西红柿富含维生素 C， 能帮助身体吸收蛋黄中的铁，让补血效果提高3到4倍。而蛋黄里的脂肪又能帮助吸收西红柿的茄红素和胡萝卜素，这2种抗氧化物质能保护血管，延缓老化，降低癌症风险。所以那盘看似平凡的番茄炒蛋，其实是营养学里最推荐的抗老料理之一。第3个黄金搭配是鸡蛋加胡萝卜。胡萝卜含有丰富的打碱胡萝卜素，它在体内会转化为维生素 A， 能保护视力，促进皮肤修复，提升免疫力。但胡萝卜素属于脂溶性营养，单吃吸收率极低，这时蛋黄的脂肪就派上用场了。只要与鸡蛋一起烹调，胡萝卜素的吸收率可从3%提升至50%以上。所以胡萝卜炒蛋不只是配色漂亮，更是视力与皮肤保养的绝佳组合。除了搭配，烹饪方式也很关键。最健康的做法是水煮或清蒸，这样能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油煎或高温炒虽然香，但容易破坏蛋白质结构。如果想炒蛋，也要控制油量与火候，用中小火快炒，避免煎焦。接着我们来谈谈不同年龄层的食用建议。孩子正值成长期，每天吃1颗鸡蛋最理想，蒸蛋羹或水煮蛋都不错。青少年活动量大，可以吃到2颗。成年人1天1颗足够，若有运动习惯或体力消耗高者，可吃2颗。至于老年朋友，每天1颗最合适，以蒸蛋、蛋花汤、嫩水煮蛋为主，这样最容易消化吸收，也不会造成肠胃负担。有不少长辈会问，我胆固醇高，能吃蛋黄吗？答案是可以。近年的研究已经证实，食物中的胆固醇对血液胆固醇的影响并不大。真正该避免的是反式脂肪、油炸食物、肥肉与奶油。蛋黄里反而含有卵磷脂，它能帮助乳化血脂，维持血管弹性，对心血管是有益的。所以鸡蛋不该被冤枉，只要掌握正确的量与搭配，它是营养与长寿的朋友。最后，让我们再整理一次今天的重点。第一，避开5个错误搭配：豆浆、浓茶、糖柿子与药物。第二，多用3个黄金搭配：牛奶、西红柿、胡萝卜。第三，烹饪方法以水煮清蒸最佳。第四，根据年龄与身体状况调整食用量，不要盲目多吃。营养学不是复杂的理论，而是一门生活的智慧。只要愿意学，愿意改变，小小的习惯就能带来大大的健康。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从明天开始，每1颗鸡蛋都吃得更安心、更聪明、更健康。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频道，也分享给身边关心健康的亲朋好友。您的鼓励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最大动力。最后也想邀请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最常怎么吃鸡蛋？有没有什么家传的独门吃法？留言和我们交流，也许下一集就会讲到您的问题。祝大家天天都能吃得健康，补得恰好，保持活力，常保笑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